大家好，我係 W， 歡迎嚟到蛙 Channel。我哋會為大家搜羅有關動物趣事同埋英雄事蹟。中意嘅話，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今日寵物名人堂嘅主角係一隻叫做 G.I. Joe 嘅馴鴿。飛鴿傳書呢個 terms 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無論係華文地區出嘅邊套古裝劇，都會有呢個橋段，利用鴿嘅快速流動性嚟傳達信息。喺古代中國已經廣泛使用㗎啦。順帶一提啊，馴鴿嘅原理就係應用佢哋有戀家戀巢嘅習性，無論去到邊度，一旦放生嘅話，佢都會回到佢最初嘅鳥巢。所以飛鴿傳書唔係要隻馴鴿自己走天涯，而係經過訓練，目的地亦都一定係阿鴿嗰隻鴿之前去過嘅地方。就算去到2次世界大戰，馴鴿仍然擔當住好重要嘅角色，做咗好多嘅貢獻。即使好似馬呢啲其他軍用嘅動物逐漸被科技取代，馴鴿仍然係復活緊嘅，因為佢執行一個簡單而且有效嘅任務，就係傳遞信息。時間嚟到第2次世界大戰，雷達、無線電、電話已經面世，但係通訊仍然係非常之唔穩定嘅。電話、電報線可以係俾炸彈同埋炮擊切斷，無線電亦都可能因為地形或者天氣嘅阻塞或者係有一啲好，尤其是佢哋嗰個好大嘅儀器嘅重量啦，或者係佢哋入邊好易碎嘅芯片啦，令到佢哋喺戰場上面特別受到損壞，最終令到軍隊失去聯絡。但係馴鴿就冇呢啲煩惱啦，佢能夠喺各種天氣同埋夜間飛行。馴鴿係可靠快速嘅朋友，喺其他設備都失靈嘅時候，就變成一個最有用嘅最後手段。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大部分嘅軍隊都有馴鴿嘅部隊嘅。喺美國就有美國陸軍馴鴿服務部，咁亦都係成立喺第1次世界大戰嘅。咁作為信號鴿隊當地嘅人就會訓練嗰啲馴鴿去攜帶翻個信息。咁點樣去攜帶信息呢？就係喺佢哋嘅腳嗰度就有一個鋁製嘅信息夾，咁入邊就會攝咗張紙嚟傳遞個信息嘅。英國皇家空軍其實都有馴鴿嘅服務嘅，每一架升空嘅轟炸機都會帶一隻馴鴿就作為最後嘅手段嚟發信息嘅。一旦無線電受到干擾或者係失靈嘅時候咁佢就會開咗個窗，就將個馴鴿就掟翻去，咁個馴鴿亦都會立即飛翻去英軍嘅空軍基地嗰度傳達翻個信息嘅。咁其實同依家一樣啦。當時喺2次世界大戰，英國同埋美國嘅部隊喺戰地上面其實都有分工合作嘅。喺空中嘅支援領域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由盟友提供嘅，而唔係自己嘅空軍。喺個聯合作戰嘅情況底下通訊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馴鴿 G.I. Joe 就正式登場，而佢嘅出現係拯救咗英軍先頭部隊差唔多上千人嘅生命嘅。G.I. Joe 就喺1943年3月24號喺阿爾及爾嗰度出世嘅。咁雖然佢係美軍嘅馴鴿，但係佢唔喺美國度出世，而係喺美國同埋英國部隊佔領嘅原法國北非嘅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嘅首都阿爾及爾嗰度出世嘅。咁喺北非嘅火炬行動之後啲鴿嘅 BB 就送到去美國嘅地方接受訓練。咁G.I. Joe 最後就被運送到去門茅斯堡嘅美軍基地接受馴鴿訓練嘅。咁當 G.I. Joe 翻去前線嘅時候盟軍已經係喺意大利嘅西西里島度登陸，就同頑固嘅德軍係抵抗作戰嘅。雖然喺意大利但係守方係德國人，德國人將好多嘅城鎮、村莊變成一個好難攻克嘅據點。當中最出名嘅就有所謂嘅卡西諾山戰役啦。攻擊呢啲深入設防嘅敵人陣地嘅時候通常傷亡率都會非常之高嘅。咁喺1943年10月18號嘅朝頭早，英國第56步兵師咁就從空軍支援司令部嗰度得到一個信息，就係佢係意大利嘅卡爾維尼索爾塔市鎮
將會有呢個沉重嘅防禦轟炸攻擊。咁啊，希望呢就係呢將德軍嘅沉重防禦呢係瓦解嘅。不過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嚟自56師嘅英國第169步兵旅嘅部隊喺出其不意、輕微反抗嘅情況底下攻入咗個村莊，但係衍生到個問題就係佔領城鎮嘅步兵營呢發生咗個通訊危機，佢哋同上級嘅指揮係斷咗聯絡嘅。咁亦都冇法子聯絡第12空軍支援司令部等等嘅單位，所以呢，佢哋有機會俾人哋轟炸。由於係聯合作戰啊，美軍嘅定時大轟炸呢亦都係即將按計劃進行嘅，因為始終呢，美國人認為英國人仲未攻下咗呢個地方，但係呢，英國嗰方面呢亦都唔肯撤退，因為佢覺得呢，由敵人手上面奪取咗一個咁重要嘅陣地，冇理由咁輕易就拱手相讓嘅。喺呢個時候呢，比較好彩嘅就係有一個相對快速同美國空軍溝通嘅方式，就係美國信鴿啦。咁啊，英國營入邊呢，有少量嘅美國信鴿同佢哋嘅信號單位呢係連埋一齊嘅，以備呢個緊急嘅情況。而美軍呢，如果想有英軍嘅空軍支援嘅話呢，咁佢哋都會帶一隻英軍嘅信鴿去到前線嘅。咁所有信鴿呢，其實都係經過訓練嘅。而故事主人翁呢 G.I. Joe 呢嗰個嘅巢呢，正正就係美軍嘅空軍指揮部，所以呢，佢哋呢就運用住G.I. Joe 去希望呢就係話帶翻個信息去俾美軍嘅空軍司令部啦。咁 G.I. Joe 呢好快呢就喺個鴿嘅運輸箱嗰度攞出嚟啦。咁啊喺佢嘅腳嗰個部分啦，就固定咗呢個取消空襲嘅信件。咁然之後呢，就立即釋放咗佢。咁其實呢，當地去到美軍嗰個嘅司令部呢，就係距離係20英里，即係超過32公里嘅。一般嚟講呢，科學家呢曾經呢就測過啦，如果呢中等距離下信鴿嘅平均飛行速度大約係1小時48公里，咁如此類推嘅話呢 G.I. Joe 呢係需要25分鐘先至可以抵達嘅。但係呢嗰陣時候呢，佢只係用咗唔使20分鐘嘅時間呢，就將信息呢就傳翻去基地啦。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速度。喺當嗰個鴿呢成功安全着陸之後啦，咁消息呢就立即呢係俾人閱讀同埋理解嘅。喺呢個時候，轟炸機已經喺佢嘅起飛位置嘅啦，準備呢就係飛去卡爾維尼索爾塔咁進行轟炸嘅。如果轟炸順利嘅話呢，咁毫無疑問呢個地方將會變成廢墟。咁喺當地嘅數百名英國士兵同埋幾十至幾百名嘅意大利平民呢，將會係有機會喪生同埋受傷嘅。咁一收到消息之後指揮部呢立即係將呢一個消息呢就傳到去作戰嘅部門，並發出咗呢個終止轟炸嘅命令。咁就喺啱啱好第一架飛機起飛前嘅時間，就係阻止咗佢哋起飛。咁如果呢冇 G.I. Joe 嘅話呢，咁士兵亦都冇咁快嘅速度呢將消息傳翻去指揮部。咁呢個轟炸呢就應該冇法子阻止啦。戰爭結束咗之後呢 G.I. Joe 翻去美國嘅新澤西州啦。其後呢，佢獲頒呢個動物界嘅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亦即係所謂嘅迪金勳章。咁就要翻去英國度授勳。咁乜嘢係迪金勳章呢？迪金勳章呢係由 PDSA 授予嘅，咁就喺1943年呢創建，咁就係表揚動物勇氣嘅最高獎項。咁G.I. Joe 呢成為咗呢個獎嘅第29個獲獎者，亦都係第一位美國嘅動物獲得呢個殊榮。咁喺1946年G.I. Joe 呢被送到倫敦，由於嗰陣時呢倫敦呢仲係繼續緊呢個戰時嘅補給嘅，所以呢啲鴿嘅食物呢都要由自己呢係準備嘅。咁佢呢就乘搭住美國大使館嘅汽車啦，去到倫敦塔嘅塔底接受呢個授勳儀式。
咁喺眾目睽睽，好多人望住情況底下呢，由住情況底下呢，由查爾斯金德里將軍呢就頒授呢個狄金勳章俾佢。咁被問到點解佢會獲得呢個提名呢？文件嗰度寫住話G.I. Joe 呢係被認為喺美國陸軍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入邊所有嘅信甲呢做得最出色嘅飛行嘅一個信甲。咁 G.I. Joe 之後呢，就係一直住喺新澤西州嘅門茅斯堡美軍基地，直至到1957年呢，美國陸軍信甲服務部被解散之後呢，咁佢先至呢係搬咗去底特律動物園嗰度呢過咗餘生。咁就1961年呢正式逝世，咁享年差唔多有成18歲命。死後呢，佢被安置呢同埋展示喺門茅斯堡嘅美國陸軍通訊電子博物館。咁其實呢個博物館依家都關閉咗噶啦。咁G.I. Joe 同埋佢嘅勳章呢，一度呢係下落不明嘅，但係經過呢網友嘅搜查之後呢，發現呢依家係存放咗喺弗吉尼亞州嘅貝爾沃爾堡嘅美軍基地入邊，等待有合適嘅博物館先會再次展出。大家嘅動物往往比大家想象更為偉大。我係 W， 下次再為你講述其他寵物嘅不朽傳奇故事。